大家好，我是 AI 召唤师阿正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主题：如何利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 4K 甚至 8K 以上解析度的高画质照片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到底是谁会需要这么高画质的照片呢？应该说，这么实用的照片，怎么会有人不需要呢？例如，如果你是做电子商务，或者是说你想要在店里面展示商品，高画质的照片显示了更多的细节，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了解商品特色，提高购买意愿。另外，经销人员常常需要做广告看板、海报、产品目录、网站，要使用高画质的照片才方便剪裁和缩放，更不用说要制作实体印刷的杂志，或者是说你想要做一本香香的写真集，更需要高画质的照片才能够印刷。那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高画质照片有什么难的吗？不过就是大了点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呢，会遇到不同的状况，你可能遇到记忆体不足，生成人形蜈蚣的灵异照片，又有可能做出像《楚门的世界》那种马赛克的电影海报，这张很有艺术感，但我相信这不是你要的。到底要如何在 Stable Diffusion 里面生成 4K、8K 或更高画质的照片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的目标呢，就是来生成一张 4K 的高清大图。什么叫做 4K 呢？就是3840×2160的图。好，那这样的图呢，我们最简单想法就是我们来这里把宽度跟高度来调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调3840，然后你会发现这边变2000了，这边也变回2000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界面啊，它最大能够填的数字就是2000，那这要怎么解决呢？很简单嘛，这只不过就是界面的问题，那我们去界面的设定档改一下就好了。来到界面的设定档，然后找到它宽度的最大值，我们把它改成12000好了。那高度我们也把它改成12000。好，然后我们重启我们的 Web UI。我们现在重启了我们的 Web UI， 然后重新整理一下，你会发现太棒了，这个地方可以改成到12000了。当然我们不会用到那么多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生成我们要的图片了。首先我们先把我们正面题词跟反面题词放上去，这边我有准备一个。好，在一个小公园里面呢，有一个漂亮的20岁的模特儿，穿着时尚的衣服，他的头发被风吹起来，并且他面带微笑。好，就这样子一个题词。那其他题词的话，我就先省略不解释了哈。OK， 那 sampling 这边的话，我们选择这个 EPM 加 SDE Keras， 然后我们这边调到30 ，sampling 的 steps 我们调到30，然后宽度呢，我们刚刚说我们要生成 4K 嘛，这是3840。然后高度我们有2160。那由于我是希望我们要做成直的照片，所以我们就把宽度跟高度对调。我们这边为了示范方便呢，所以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种子，在这边39570995，好，这个种子都准备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按下生成吧。好了。它看起来生成好了，咦？图嘞？怎么这里有些错误讯息？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如果看到是这类似的错误讯息的话，那其实是我们的记忆体性不够了，所以它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讯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虽然有24G 的 VRAM， 但是这样 4K 大小的图对24G 仍然是不够。那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说，之前有看到有个功能叫做 Extras。在 Extras 里面有一个 Upscaler 放大器，那我是不是能够生成一个图，再拿来这里放大成 4K 就好了呢？那如果说要用这种方式的话，那我的图是不是要限制在记忆体不会爆的情况下的最大的图？好，那之前呢，我曾经试过，我这边做1920×1080的图，就是1080p 的图是可以的，1920×1080这样的图是可以的。那我如果能够生成这样的图，
再拿去放大，那4K 就做到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由于呢，我是希望做成直的照片，所以我要把宽度跟高度对调，然后去生成。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呢？好，几分钟过去了，图也生成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人形蜈蚣是不是？身体怎么那么长？旁边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飞在半空中，这是什么灵异照片还是什么妖魔鬼怪？其实这样子哦，为什么会常常产生这样子奇怪的照片？是因为我们解析度太大。怎么说呢？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用的模型是什么 ？Child Mix。Child Mix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？它是一个从 Stable Diffusion 1.5 调整出来的模型。那 Stable Diffusion 1.5， 它在训练的时候用的都是512×512的正方形的图。那所以我们如果做比较小的图，接近512×512的话，那当然都没问题。那如果我们的解析度大于512×512的时候，那它常常就会产生出像这样类似的状况。那既然知道原因了，那不就很简单？我们把我们图变小一点，那生成的图片是不是就正常了？既然我们要生成的图是接近512×512的话，那我们到底要用多大的尺寸呢？有个尺寸叫做 480P， 它就是854×480这种16:9的大小。其实这个大小呢是 YouTube 独有的，一般我们讲 480P 指的是4:3大小的那种 480P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里就是用16:9的这种说法。854×480，好，那它就比较接近512×512。那我们来设定一下吧，854×480。好，那因为我想产生直的照片，所以我们对调一下。OK，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好玩，这里854我们填进去之后，他说这不是有个有效的数值，我们需要填848或856。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在 Stable Diffusion 里面，宽跟高都必须是8的倍数，但854不是8的倍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填856。好，那我们去生成吧。好，我们来看哦，一张正常的美女图就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拿这张美女图去把它放大成 4K 吗？这不太好吧？因为现在的图形大小是480×856，如果直接放大到 4K 的话，可能中间失真的很严重。那这样怎么办呢？我们看到有个东西来再跟我们招手，这个 High-Res Fix 高清修复，它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打开来看。打开来看以后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 Upscaler 放大器。好，那所以它是干嘛？它就是把一张小图可以把它放大成比较大的图的东西，并且中间会填补一些细节，让整张图看起来更细致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功能吧。我们现在用高清修复来产生出一张1080P 的图，然后再拿去放大。所以我们这边要先调整这个力度，好，我们把它调整成 0.5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让 AI 它自由发挥的程度降低一点，以免产生出一些奇怪的图出来。那这个是放大倍率，我们这边写 2.25。为什么用 2.25 呢？原因是这样子哦，1080P 其实就是 480P 的 2.25 倍，所以我们这里填那个 2.25。好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这边有没有？这里变成从 480P 改成 1080P， 这里应该是要1920，它变1926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里边填的是856，不是854，所以这边就多出来了。好，这些小问题都不管，我们去生成一下，看看结果怎么样。好，现在生成完毕后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看起来很漂亮哇，这个皮肤的光泽跟好像汗毛都看得清楚。好，我们下载下来看看状况。哇，很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析度，1080×1920，原本它写1926的，现在变成1920。好，那来看一下放大以后的状况，看起来很不错好，哇。真的蛮漂亮的。好，来，回来。
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张图拿去 Extras 里面放大了呢？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这件事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终于可以把这张 1080p 的图送到 Extras 里面去放大。选择这张图以后，按下 Send to Extras， 然后它就会把图送过来这边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直接上传这张图，如果刚刚有存档的话。好，那 4K 的图呢，其实是 1080p 的2倍。好，所以这边选 Scale by， 这边选2。再来有一个 Upscaler One， 有没有？这边有这么多的放大器，要选哪一个呢？什么都看不懂，可能看得懂这个 Nearest， 可能是比较接近原图的意思吧。我们把它选下去，然后呢，其他东西都不要动，按下生成。很快耶！生成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打开看看。拿到新分页，开启图片。我们看看它会生成什么样子呢？生成的样子是怎么还有颗粒状？别开玩笑了，我要的是 4K 的高清，不是 4K 的模糊的很清楚。这一颗一颗的跟一般的暴力放大有什么差别？好，其实是这样子，回到这边来 ，Nearest 的放大器啊，它就是最简单的放大，它的唯一的优点就是速度快。那我应该选什么呢？我们选这个好了 ，RESR GAN 4X Plus 这一个。好，选择以后去生成。它的放大的速度也是很快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状况。放大以后，这是 4K 的大小，你看，是不是比刚刚好很多？没有什么颗粒状的东西出现了，画面呢也都看很清楚。你只会说这看起来有点像修过图的感觉，不过还是很漂亮。皮肤的纹理啊，衣服的纹理，还有裙子的这个皱褶都做得很漂亮。这个没问题 ，4K 没问题。回到这边来。那我能不能够做出 8K 的呢？可以啊，这边改到4。8K 其实就是 1080p 的4倍。那我们把它按下去。好，现在生成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。看起来也很不错。来，好，这是张 8K 照片哈，我们把它放大。哎呦，好大！你会发现，看起来就已经有一点点像是用画出来的效果，虽然已经很真实了，但是有一种像画的痕迹已经开始出现了哈。那这样怎么改善呢？能不能更好呢？难道 Stable Diffusion 就只能够这样子了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我们来回想一下，当初我们用 High-Res 放大，就是高清修复的时候放大，那效果是不是很好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在放大的时候，还有题词在旁边帮忙说这张图在放大的时候应该要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能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做 4K 或 8K 的放大呢？可以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在图生图里面做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现在用图生图来做 4K 和 8K 的放大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我们生成的图先把它放上来，然后呢，把题词也放上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用哪些参数要调。这个 Sampler 我们选跟之前一样的 DPM 加 SDE Keras， 然后这个生成的步数呢，刚刚是30，我们现在这边也选30。因为我们要把它放大，我们先把它放大成 4K 好了。4K 呢就是 1080p 的2倍，所以我们这里选2。好，其他都不要动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按下生成吧。然后就会发现记忆体爆掉了。的确啊 ，4K 对我们的记忆体来说还是太大了。那这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我们要用一个 extension 叫做Automate SD Upscale， 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会把一张图切成好几个小块，每一小块呢都独立放大，最后再把它拼成一张大图。
那这样子的话呢，理论上不管是多大的图，它都有办法把它拼起来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把这个打开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些参数要选。首先选这个，我们要选择2倍，好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做4K 的图。第二个 Upscaler， 我们选刚刚这个 ESR GAN 4X Plus 这个东西。再来 Type 呢，我们选 Chess， 这个 Mask Blur 我们选成12。好，那其他的我们都用预设的，那就下去生成吧。现在生成完毕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怎么样。打开，这个图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充斥着各种的女孩子？这怎么回事？原因是这样子哦，我们这里的力度就 Denoising Strength 选到 0.75， 太大了。刚刚不是说吗 ？Automate SD Upscale， 它是把一张图切成好几个小块，那每一个小块呢都独立放大，依据 Denoising Strength 0.75 的方式重新绘制。那他就去参考了这边的题词，所以呢，每一个小块都会受到那个题词的影响，进而产生出这么多的人。好，那这要怎么处理呢？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调降就可以了，然后再重新生成。好，现在我们生成好了，我们来看看结果。来看，放大一点，好，看起来还不错，是比直接放大还要来得漂亮一些。好，尤其是眼睛的这部分，看起来漂亮很多。那8K 的效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到这边来，把这改成4。好，再去生成。好，生成好了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后面看起来很不错哦，后面看起来很不错哦，那种像油画一样的那种感觉变得比较少了哦，变得比较少了，像油画一样的感觉变得比较少了。我们看看其他地方，手。耳朵、头发，眼睛也很漂亮。好，来，我们回来这边。好，那就这样子了吗？我们的颜色什么的，能不能够再更漂亮一些呢？可以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到 CTRL-N 的新功能 ，Tail 的功能。好 ，Tail 的功能怎么用呢？首先，我们到 CTRL-N 这边来看一下你的 CTRL-N 是不是 1.1.107 以后？那我现在这边的话是125哈。好，把这个打开以后呢，我们把 CTRL-N 这边 Enable 打开，然后后面这2个好也打开。Preprocessor 呢，我们选 Tail Resample 这个，好 Model 选 Tail 这个。好，那如果你的 model 在这边，在你的机器上面找不到的话，那个都要另外装。这边都设定好了以后呢，有个东西很重要，我们要回去调。这里 Sampling Steps 我们把它调到20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是这样子哦。CTRL-N 它在做什么？它会在每一个小块里面再去添加一些细节。那如果我们的 steps 是比较大量的话，它添加的细节太多，
经过我测试，看起来都会变得很奇怪，尤其是这张照片哦。如果你们有跟着我的方法做的话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女生会变成老老的哦，好像吸毒过多样子，眼睛和脸颊看起来都不对劲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地方 sampling 要把它调降，看起来才会比较 OK。好，那这个地方调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生成了。由于 ControlNet 加入，它会把每一个小块，就是512×512的每个小块在这边 ，ControlNet 都会去做处理，所以生成的速度会比原本的还来得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生成的就是8K 的照片，要花一些时间哦。那我们再等它一下吧。好，现在生成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。把它放大来看。哦，这眼睛看起来很漂亮哎。头发也 OK， 旁边的耳环，飘逸头发。还 OK， 还 OK。好，衣服的部分呢，都很细致。皮肤哇，连汗毛都，手上的毛发都看得到。嘴唇、鼻子，这些看起来很不错。好，这就是新版的 ControlNet 的功能，有一个 Tail 的功能，做得很好。好了，到这边呢，我们的所有示范就结束了。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刚做了什么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说要做 4K 的照片。但在界面上，长跟宽没有办法填进2000以上的数字。后来呢，我们去改了设定档以后，才能够填示进去。虽然填进了 4K 的长跟宽，但记忆体不足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在记忆体容许的范围内生成 1080P 的照片，再将它送到 Extras 里面去放大。我们在直接生成 1080P 图片的时候，遇到了生成灵异照片和人形蜈蚣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就改成生成 480P 的照片，然后利用 High-Res Fix 高清修复，把它放大成 1080P。最后呢，我们成功的生成了 1080P 的照片，送到了 Extras 里面去放大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在 Extras 里面利用 Nearest 放大器，最后的效果很糟糕。接着我们使用 RESRGAN 放大器，最后做出了 4K 的照片。但是在做 8K 的照片的时候，发现生成出来的照片绘画感很重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改成用图生图的方式来产生 8K 的照片。一开始在用图生图的时候，又遇到记忆体不足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使用了 Ultimate SD Scale， 将要放大的照片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图单独放大，最后再拼起来。但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力度没有调整，所以整张图都充满了512×512的美女小图。后来呢，我们把力度调降到 0.2 之后，用这种方式做出了 4K 跟 8K 的图。接着，我们为了要让画面更漂亮，所以我们就使用了 ControlNet 1.1 的新功能 Tile 模型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调降了采样器的步数。这时候，终于生出清晰且色彩丰富的照片。哇，终于结束了。这里有几个重点提醒哦。第一，即使要生成大图，也应该从接近512×512的小图开始生成，这样才能够避免人体出现异常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观赏一些不正常人体的例子的话，那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2部影片。第二，使用高清修复的功能，不仅可以避免出现异常的肢体，而且画面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美观，会有更多的细节，人物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美丽。尽管生成的速度比较慢，但是仍推荐使用。第三，使用 Ultimate SD Upscale 可以实现分块放大，但是呢，它没有办法保证
照片的一致性。新版的 ControlNet 1.1 里面的 Tile 模型可以解决这个一致性的问题。第4，使用 Ultimate SD Upscale 的时候，请记得 Denoising Strength 要调降到 0.2，Mask Blur 要选到12，效果比较好。第5点，在选 Upscaler 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择，建议选择 R-ESR-GAN 4X Plus。如果是动漫作品的话，请选 R-ESR-GAN 4X Plus Anime 6B， 效果会比较好。第6点，对于普通的放大需求，如果对细节的要求没有很高的话，使用 Extras 选项速度会比较快，但是它就是不会增加细节。好，以上是所有的重点提醒。在这一期影片里面呢，我们介绍了如何生成高清高解析度的照片，并且一一讲解了各种可能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。相信大家在看完这个影片以后呢，会有更深度的了解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那请点赞、分享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子呢，未来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。另外，我们还有部落格、Discord 以及 FB 粉丝团，资料呢我会放在描述栏里面，欢迎您有空的时候过来看看。本影片呢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